记住我的话，9月上中旬开始，我名字都给他取好了，叫爱在深秋。希望你听懂，年底目标为4165点，涨了你头晕目眩。你不要看到2751点，我的关键是进场，而且要重仓进场。那么到了之后，第一目标我先看2915点到2935点左右，不会有错。抖音。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一，今天呢是9月份最后一天啊，明天就进入10月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不聊移民啊，我聊一下这个中国的股市啊，还有最近的一些像黄金啊、日元啊一些金融上的这个算是一个闲聊吧。其实呢，在我移民之前呢，我没有特别的去关心啊，或者去研究啊这类事情。那移民了以后呢，时间就比较多了嘛，对吧？所以我会去重点的去研究啊，去学习啊。那么有时候呢，我并不是说就是一定要从这个上面盈利多少钱啊，更多的呢，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一些看法、一些观点啊。当然了，如果你不参与这个市场啊，你只是嘴巴上说，是吧？那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啊。只有你真的真金白银的投入了、进入了这个市场啊，你有盈利、有亏损啊，那么这个呢才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在网络上流传一个上海亚索就上海大爷的这个一个视频啊。记住我的话，9月上中旬开始，我名字都给他取好了，叫爱在深秋。希望你听懂，年底目标为4165点，涨了你头晕目眩。你不要看到2751点，我的关键是进场，而且要重仓进场。那么到了之后，第一目标我先看2915点到2935点左右，不会有错。抖音。那这个老股民呢，大家之前流传他的视频呢，只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炒股亏傻了他亏了很多钱然后呢，他还说今年秋天会有一波行情。所以呢，这个命运是非常有趣的那么这两天呢，他一下变成了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对吧？民间股神大家都拿那个赌神的那个背景音乐给他做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就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对吧？他就这样的一个发言就会变得这么火主要呢，最近的中国的这个股票呢，真的是发疯了，疯狂的上涨。那么其实在过去就是年初的时候，2024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上证指数刚刚在跌破这个2900还是2800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录了几个视频。我那个时候呢是做过一波的赚了一些零花钱，然后呢我就没有去动了以观察观望为主。这一次这个行情其实上涨之前呢我也录了1-2个视频，但后来呢我又删了一方面呢，就这类视频呢其实没什么人看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这种行情其实你真的有的人看了就是这个行情它没有上涨之前，你这么去说就像这个上海老大爷一样，对吧？就大家就觉得去笑话他没有什么，其实它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呢，
其实我也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呢，这波行情呢，今天是9月30号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来说，我觉得已经告一段落了，后续能不能再继续上涨，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能不能突破3500点，如果上证突破不了3500点，那这一段时间马上又会经历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调，因为这两天其实我都不在国内但是我都能看到很多人都忙着去开户忙着聊股票那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呢，往往先赚到钱的人呢，他已经走了，对吧？就你继续去买的话呢，其实你就会变成一个接盘的人。股市包括所有的这种金融的期货什么，包括什么数字货币之类的其实它就像一个战场，它是非常残酷的很多人都会为股市上涨下跌去找很多理由，对吧？就像这一次中国股市上涨，那么大家肯定会觉得那是不是中国的经济现在一下子就变好了呢？找各式各样的理由。当然了，这次的股市上涨和中国政府推出了很多有力度的政策包括这个货币宽松对吧？更多的这个存款准备金总的来一句话就是说，向市场的流动性放了更多的资金，对吧？两个字的话就是放水宽松。那觉得呢，这个行情跟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可是有谁知道这个行情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会起来呢？有谁知道这个会提前就会有这个到了10月份就会放水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他也不见得敢去买这个股票，所以这都是非常偶然性的这个事件。就像我也可以给一个我自己的这个判断，我自己的理论首先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中国会去做这个刺激经济的这个政策，对吧？之前有段时间开什么会什么的，反正一直就是没有出台这个这么大力度的刺激经济的政策很多人也在那边骂说什么不出点政策。因为现在正好是美联储开始降息了这个是我的观点个人观点。因为美联储之前如果它没有降息，它一直是维持一个高利率的话，就是你到银行去存美元你的这个利息就是5%你在中国存人民币，你的利息就是1%，对吧？那如果那个时候去放水去注资增加很多流动性，印了很多钱，那这个钱最后会怎么样？会进入到市场去投资吗？不会的大家对吧？就普通人老百姓之间也会拼命就流传快点去换美元人民币汇率不行了，存款利率那么低，大家换美元，换了美元以后还能放到银行获取5%的利息，对吧？尽管有各种外汇的管制或者各式各样的管制但是你在中国的银行里面也能存你也能去存美元也能获得这个利息就是美国没有正式进入一个降息的周期的话那他不敢，或者说他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政策，对吧？不然的话只会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去换成美元，因为人是很现实的，哪里有利，对吧？哪里他就会图利，不管是什么样的资金，对吧？那这一次就是美元它降息了以后呢，那么就加上人民币现在对美元大家可以去看这两天的
汇率又上涨了，对吧？现在已经在7左右了啊，甚至就是在6.9几啊，接近7这个附近。那么这一次的这样的一种降息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啊，起码预期美元还会再继续降息，人民币还会继续再往上升，并且呢，那么现在如果有一个大规模的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会有很多钱，对吧？又从美元就流入到了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我也可以说不是人民币吧，你港股，对吧？就是说，这个应该说什么中概股啊，就中国概念的这些资产，对吧？又会有人来进行投资，并且呢，在这个阶段又是中国股市、香港股市最低迷的时间，对吧？那不夸张的说呢，我这一次我也是在这个2700点，我也又买了一些。当然了，我说了，我只是为了验证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并不是说去跟他赌上身家性命，对吧？因为谁都说不准就你没有办法说。我觉得现在外面很多人说这股票怎么涨了，未来怎么涨了，或者说很多股神了全是我觉得我不相信的这个没有人说得准，这个只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2700点它再往下跌，有可能跌到2500点，对吧？但是我投入的这部分资金，我能够承受这个损失就2700还要往下跌的话，我能够承受那当然了，我就没有损失，对吧？我获利了获利了，当然也只是零花钱但我今天我就给它全部都卖完了。那卖完了呢，其实今天它又涨了多少呢？涨了20%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你赚钱你不愉快行情就是事实上我已经赚了钱但是我心情没有很愉快。为什么？因为今天它又涨了20%，对吧？但是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就是要下好就要离场，并且呢，就是离场以后你的心态就要放好那我今天就是继续我觉得要录这个视频呢我就是想说的是我认为这波行情这就它现在已经拉得很高了那么后续就是要看有没有人更多的人会真的进来买，对吧？那么现在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虽然股市是涨了但是那是有很多对未来经济的一些预期，对吧？就是有了很多政策，但实体的经济就包括目前存在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消费问题或者说许多问题，经济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改善？现在只是说这个有一些病情医生给你开了药，对吧？你的预期未来会好，但真的好了没有那还是要看的，对吧？那这个经济确实面临了许多的问题这个是方方面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的，对吧？比如说外资离开或者说内需也没有那么的好房地产也没有那么的稳当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暴雷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提升股市，尤其这个股市涨得那么凶可以说就像一个猛药，对吧？当然了，就能不能迅速的给经济带来一个新的起色，这个不好说，是吧？就没有人敢说100%的，所以说现在只是一个预期也有可能这样的经济政策只是一个虚拟的，对吧？有些人赚到钱，但是股市里面赚到钱，说白了就是有人亏了钱，是吧？它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其实是很残酷的那实际上可能也没有对实体经济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善，对吧？但是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就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就是说
股市确实是涨了，它就是涨了，对吧？就我特别觉得有些人就是他说股市跌我要拼命在那边骂拼命在那边骂，然后股市涨了他还要编造一些什么理由说这个是什么阴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阴谋论这个就是一个当资产到了一定的程度，大家都在卖的时候，就会有人来获利的他就想来投资，想来赚钱的，对吧？就是说，如果你离开政治你只是看经济，那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任何时代，就算以前过去二战的时候还是什么，反正香港很多大佬当时不都是靠什么运输一些什么东西，走私些什么东西来获得盈利嘛，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风险和回报的就这个股市它跌到一定的程度，包括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样，当它真的跌到了一个大家都觉得我要来买，一定未来有利可图，就会有很多人入场。这个是风险有没有？有，一定有，但是呢还是会有很多人去买的我之前说中国经济的我也说过我说中国它造了很多这个基建设施那么多机场，那么多基建设施，包括电力高铁，还有很多这个人才吧，技术上的人才，对吧？一旦就是当它这种世界的这种格局或者说这种目前的一些情况有了一些变化，必然它这个经济还是会重振旗鼓会有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并不是说它一定还能再回到未来原来它的这个这么快的这个上升的速度但是呢没有永远下跌的东西你去看所有东西它一定是有规律的，要不就是拼命上涨，要不拼命下跌要不就是下跌，要不就上涨。就像过去中国这个房价就上海的房价就一年涨得比一年高当时很多人包括我家人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快点再去买一点房那我就是不买，因为我就知道就不管你是再怎么去培养这个市场就规律自然的规律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上涨必然有下跌，有下跌就必然有上涨，对吧？就像人不能获得永生，这是一个常识，对吧？生命就是有时间周期的就像这个黄金我要说回这个黄金，那这个黄金那现在也有很多预测我看到有很多人说黄金马上要3000点，马上要到那个4000甚至更高的。黄金在这个周期我觉得就它不断的突破了一个新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周期已经会面临的一个下调的这个风险因为就像像中国股市如果现在涨了，或者说世界上其他的各地又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美股它未来如果也涨了，就有很多这个资金它就会离开这个市场这个和黄金市场是否一个什么避险属性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它就是一个商品。然后这个东西价格过高了，就会大家离开，会去买一个被低估的，未来有机会的包括天然气，我在今年天然气非常低迷的时候，我买了一些天然气目前也是有一定的增长虽然离高点还是很远，对吧？因为高点你是不知道的，你不敢去等的预测的，或者说这个资金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我就丢在那里几年不去看它能涨到那个高点自然卖掉，对吧？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值得去吹嘘那个是一种投资的策略，但并不是说你这人真的说的有多准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好吧？所以我想说呢就有很多朋友就问我他说现在要不要去买哪些股票，去买哪些东西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已经有高风险的了就真的是高风险，现在买进去的话马上回调几波行情
很有可能你心态一下就不稳了，一下就不好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像这么连续的涨是非常刺激的啊。就我们从心理上来讲，如果你现在买进去，这2天给你跌掉30%啊，就你1/3的资金一下就没有了，然后再给你套2个月，你心态一下就崩掉了，因为你心里面想啊，2700点、2500点会不会更低，是吧？就你拿不住，然后后面可能给你涨个10%啊，一下你就走掉了啊。大多数的，我觉得去炒股啊、投机啊，大家都是这种心态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我在现在，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我心态比较平和啊，就是年龄也到了一定的年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去接触这些东西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很浮躁的啊，我不敢就是就是去验证我自己的很多想法啊，我可能是这么想的啊，但实际情况我拿不住啊，一涨了我就卖掉了，或者一跌了啊我就死扛啊，甚至我去不停的去补仓，到最后就获得更大的亏损。然后当家人什么的啊跟你聊起这个事情了，你心里面还有一些负罪感，然后你就对自己越来越没信心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到了一个就是我没有那么在乎输赢，也没那么在乎这个股市也好什么也好能不能赚多少钱啊，只是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我验证的这个事情，我这么判断的我要去试一试，对吧？我有100块，我拿5块钱、10块钱我去试一试就当买彩票了我觉得这种心态这种操作的思路反而能够赚点零花钱，对吧？好吧，那这个呢是我对这个中国股市现在的一些看法包括黄金我觉得马上会面临一个150到2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回调接近2500到2500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样子不可能有持续这么上涨的，对吧？很多人在现在高位买进去就为了搏个10%的上涨的行情到最后我觉得都会亏得很惨。还有就是日元日元从160我当时在160我就觉得它开始一定会下跌，现在一下子跌到140前2天到144的时候，我也当时想去买个什么做空日元的什么基金之类的，但是我后来想想算了但长期来看它还是会下跌。就你现在140买进去，这个日元汇率我觉得日元会继续上涨，日元对美元，因为美元已经进入一个这个周期了，最后就是美元对日元一定会回到110 100几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会很久的我是觉得差不多也就1-2年的这样的好吧，那我今天视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